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因设计缺陷可能会延期3个月以上发布，受影响客户包括 Meta、谷歌和微软。接下来这条 ，Tasca Services， 一家制造塑料板条箱和可重复使用容器的公司，正在与债权人讨论一项新贷款以获得现金。该提案还允许该公司在有限期限内以实物支付部分利息。接下来，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·哈里斯赢得大选，清洁能源股票如 Brookfield Renewable 和电动汽车制造商 Rivian Automobile 预计将受益于其对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的支持。下面这条，股市专家债券之王比尔·格罗斯和奥马哈先知沃伦·巴菲特对股市持悲观态度。格罗斯表示牛股很少，而巴菲特大量出售股票，可能为经济衰退做准备。让我们关注日本央行加息震荡市场，但部分投资者仍对日本股市长期前景有信心，因企业定价权和员工工资增长将推动经济增长。下一条 ，Rivian 首席执行官 R.J. Scaringe 回忆起过去人们对电动汽车想法的怀疑。如今，电动汽车行业已发生巨大转变，人们意识到电动汽车架构适用于各种车辆尺寸。尽管电动汽车销量有所放缓，但仍然持续增长，行业仍存在选择不足的问题。接下来，随着就业市场放缓，一些员工可能会受到比其他人更严重的打击，其中16至24岁的工作者将首当其冲。让我们关注伯克希尔·哈撒韦首席执行官沃伦·巴菲特在保险行业有丰富的投资经验，他认为保险公司的现金流使其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。Chubb 是全球最大的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公司之一，历史风险管理经验优异，已连续31年提高股息支付。下一条，疑似也门胡塞武装对阿丹湾裔集装箱船实施导弹袭击，可能是该组织自以色列空袭以来首次袭击。胡塞武装未提供过去2周停止袭击红海航道的原因。此前，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战争导致袭击活动减少。此次袭击发生在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·哈尼耶在胡塞武装主要资助国伊朗被暗杀后，加剧了战争可能升级为地区冲突的担忧。下一条，美国计划将大麻重新归类为危险程度较低的3级药物，潜力巨大，政府可以通过合法化获得大量税收。目前非法市场占主导。接下来，在 Costco 购物时，发现其加油站的缺点是排队时间长，且行政会员没有汽油返现。但是，使用带有丰厚汽油奖励的信用卡可以获得超过2%的返现，或者寻找提供现金付款优惠的加油站，以获得更高的返现。接下来这条，通过持续投资和鼓励再投资，10年内在强生公司投资5万美元，有望变成100万美元。强生公司稳定，股利丰厚，预计其股价和股利将以年均6%的速度增长。让我们关注2023年夏威夷大火后，幸存者在寻找长期住所方面面临挑战。虽然临时住所如酒店和公寓已提供，但高昂的租金和有限的选择加剧了困难。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合作以提供帮助，但住房短缺和旅游依赖导致幸存者难以找到永久住所。下一条，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，引发市场担忧经济放缓。经济数据疲软，科技巨头英特尔和亚马逊股价暴跌，导致股市下跌，石油和汽油价格下跌，抵消了部分负面影响。美联储暗示9月可能降息，市场将在未来1周面临挑战。最后一条，房地产通常不是真正的被动收入，因为它涉及到大量工作。真正在动收入来自于股息投资，例如高股息增长型股票菲利普莫里斯国际 PM， 它每年派发越来越多的股息。该公司在卷烟业务和替代尼古丁产品上的稳步增长，使其成为稳定的股息增长股票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